24小时前全面中断。陆师傅你在吗？求求你再想想办法。隔离区刚刚又送来70多个脱水的重症患者，其中多半都是孩子。如果疫苗今晚到不了，他们活不过明天早上的超高热。周兰，把后门清出来，药就一定会送到。谢谢你。老大，又来了一辆大货，是冷链车。拦住他，把车胎扎废，车里肯定有高档货。不想要命的就试试。疯子，他是疯子，快推面包车挡住他！警告：冷链箱外壳受损，密封性下降，温度回升中。当前温度2.4摄氏度。3、2、1。陆师傅，你真的做到了！废话少说，赶紧卸货！冷链受损了，撑不了多久。有了这些，孩子们有救了，真的有救了！后面有车，冷链车里有药，还有粮食，冲进去！凭什么穹顶的人有药，我们只能等死？快们！来不及了！周兰，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病人了，他们是疯子，带孩子躲进地下室，锁死铁门。最后一单，送达确认，货款已自动扣除。警告：编号 C017，冷链权限已确认。亚洲1号医疗主仓6小时后将彻底失去温控，内部储备抗热疫苗30万支，急救无菌粮8000吨，高能净水模块24组。穹顶接管队正在抢夺核心控制权，请立即返程。车轮要是停了，人真的完了。该死！谁？我只是个路过的司机，只修车，不抢东西。嘿，在这个世道，现在说自己不抢东西的，一般都抢得最狠。何师傅，重汽维修中心的老何，你是开冷链那个小子，陆轴？我骂过你多少回，脚太重，车再好也得让你开坏。是我，没想到您还活着，还守在这儿。哼，老子不在这儿守着，能去哪儿？去高墙里当狗，还是在外面等死？你小子可以呀！刚给第7医院送完疫苗，现在我要去这个地方。这是亚洲1号的核心终端，去那地方干什么？小子，我劝你别去，那地方是个坟墓。我徒弟刘猛，7天前太阳耀斑爆发，亚洲1号启动了全面封仓程序。小猛跟着最后一批工程调度队，在最底层的隧道里，小猛把最后一车物资送了出去，救了上千人，可他自己却被活活关死在闸门外。里面明明有电，有吃的还有水，可穹顶那帮高高在上的畜生，为了防着外面的贱民冲进去抢资源，硬是冻结了所有底层权限，连一次门都没给他们开过。30万支疫苗，8000吨粮食，是真的，是真的。亚洲1号的灾难优先经济已经启动了，穹顶的人也到了山门，他们手里有2级药苗，正在强行改底层代码。要是那批物资落到顾晨舟手里，高墙外这些人的命就都会变成他们随便开价的东西。想活就得跪着，你徒弟小猛拼死护下来的，不该落到这帮人手里。把你的车开进车房，立刻！你之前自己焊的这个防隔链，就是一坨虚焊的狗屎！老机场高架塌了一半，正常过是过不去的。老子把珍藏的10吨级液压手动绞团给你装在车头。小猛死之前跟我说过，亚洲1号的北山路断了，想进去只能从公园路的高架断口飞过去。没有这个角墙，你这车开过去就是个铁棺材。小猛，师傅今天再跟你跑一趟。潞州司机以及何远正师傅，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穹顶集团灾后资源整理部的负责人顾晨舟。根据灾后保护法，亚洲1号现在归穹顶集团接管。潞州，把 C017 权限卡交出来，那不是你该拿的东西。
东西留下，我给你们2个进穹顶必去的名额。顾少爷，人要是坐了怂车，脊梁骨这辈子就再也直不起来了。飞过去。小潘，咬住！走。我叫华姐，以前跑这片机场的油料运输，车够硬，可你们这点油撑不过前面那段路。再往前2公里就是亚洲1号外围的开阔地，穹顶的巡逻无人机在那里扫一切会动的东西。你们这么大的车，开进去就是活靶子。我女儿苗苗，顾晨舟骗我交了油，说能让我见孩子，可转头他就把苗苗划进了实验体名单。带我进亚洲1号，油、燃烧弹，还有那条能绕开巡逻无人机的地下救工部通道都给你。我要的就这一件。你怎么证明你现在不是顾晨舟设在这里的眼线？哼。这个证明够不够分量？上车。这小子叫小刘，在变前跑这块高新开发区的快递。我认路，也会改小东西，要是有用，您尽管使唤我。水兵来了，闭嘴！坐稳了。穿过3号油泵场，进右手边那个红色的地下检修道口。那口子太矮了，高度差了足足10公分，我们的车顶空调外壳会被生生削掉的。不进去，后面那2辆车上的重机枪会在3秒钟内把我们连人带车打成筛克。坐稳了。小刘，动手！收到，看我的超级小麻雀！警告！检测到可燃气体浓度超标，即将发生爆燃！路长，开呀！潞州司机何跃京师傅以及华女士，不得不承认，你们的生命力确实像蟑螂一样顽强，但是一切都结束了。亚洲1号外部防护网接管进度79%，你们没有时间了。核心防护网接管倒计时9分钟，亚洲1号外部部控制权正在流失。认证住是唯一的路。我下车去查卡，你们在车上替我清路。只要我能跑到柱前，这局就还能翻。小刘，释放你所有的烟雾弹，把这片区域彻底搅混。收到，看我的百鬼夜行！开火！无差别射击，绝对不能让他靠近认证柱！给老子开！潞州，就是现在，去！去死吧，夏民！滚回去！小刘，我的自爆小马雀来了！不，阻止他！绝对不能让他上场！1 C0 高危物资冷链运输卡，外部网络接口存在高危入侵尝试。不，切断它！有2级密钥切断物理线路。启动指令：亚洲1号最高紧急避难优先一列，绝对物理封闭保护开启。顾少爷，现在这扇门任我。上车，进门。欢迎回到海城地下核心物流枢纽 C017潞州司机，医疗主舱核心温空系统失温倒计时2小时59分。臭小子，接着！别熄火，水温高的不正常。刚才撞那一下，前面的冷却循环管裂了。老子还能动，车子只要还能跑，就绝对不能停在这里。几位大哥，我们是不是进了活人墓了？这地方太安静了，安静的像是个刚埋人的棺材底。警告！B 区舱筒自检，B 区舱门控制异常，来源外部残留穹顶特权出穿口强行干预。千万别停！
妈的，这是耀斑热议在爆发初期被穹顶帮出手强行封锁在底层的感染者。陆州，千万别停！顾辰州那个杂碎在外面用还没被切断的外部残留端口，强行把 B 区的生鲜隔离层大门给打开了。撞过去！我侧温控主线有物理攀爬载荷，主线即将断裂。该死的，前面通道被堵死了。我去下面短接他们的电机线，把他们开走。何叔，你留在车上保护小刘，把车身往左偏10个公分，老娘给你们清出一条道，划死你们这帮没脑子的畜生！只要我的车轮还在转，药就一定会送到。陆州，加油，走啊！扔烟雾弹！徐总工，怎么会是你？警告！高危变异感染体正在破坏隔离防线，防爆门强度剩余47%。门一开，我冲进去拉闸。华姐、老何，你们开着马车在外面用噪音和灯光引开他。不行，你肩膀有伤，腿在痉挛，你跑不过那个怪物。我的女儿还在西山等我，我答应过她，妈妈一定会回去接她。所以老娘今天绝对不会死在这儿，让我去！臭小子，你以前不是天天在从外跑去握得最稳？一会儿门一开，给老子用最大功率把这辆转运车遥控到那怪物脚底下去，能不能救华姐的命，就看你这小子的手抖不抖了。我不抖，我保证不抖。就是现在，走！华姐，跑！声纹确认失败，检测到当前持卡人非 C017卡物理绑定本人陆州，无法执行手动极寒灭菌。操！去死吧，畜生！C017持考人陆州，授权启动手动灭菌。声纹对极寒消毒程序。华姐，跑啊！爆！我是亚洲1号冷链项目总工许亮，当前时间灾后第36小时，外部网络正在遭到穹顶集团代表顾辰州的非法侵入，我拒绝执行这一反人类命令。作为惩罚，他们通过网络权限冻结了我们所有的核心生存供给，包括那条流氓的年轻司机，然后就是手动扑击被炸。他们爆出了30抓的用药火进去医疗舱，他让我将你们救出10万只一年。小猛，好样的！你没给师傅丢人，你把海城这几10万人的命给留下来了。老何，我们要去主控室，把小猛留给我们的这盏灯彻底点亮。室温倒计时17小时58分，外部接管进度68%。陆哥，华姐，是活人，好多活人！我是亚洲1号的核心主控工程师沈清，你们是谁？C017卡，某临走前跟我说过，如果是陆州开着车拿着卡回来，就把主控台交给他。我是何远镜，小猛的师傅，沈公，我徒弟他。何师傅，他说如果师傅真的来了，沈姐，千万别带他去底层的封闭通道，我死得挺丑的，我不想让我师傅看见我浑身是血。沈姐，现在情况怎么样？亚洲1号的核心独立核电站运行正常，物资库的密封性也没有损坏，但是顾辰州那个疯子利用以前建站时穹顶集团留下的一条理光纤中介线，到时候医疗主舱失温，30万支疫苗会在半小时内全部变成胃液。中继线的源头在哪儿？在地区的核心能源中心，但是那里的蒸汽锅炉在几天前发生了严重泄漏，现在整个地区通道内都充斥着高达170度的高温煤气穹顶的扫描网里 ，C017的轨迹信号就会立刻暴露，对你们进行无差别的精确火力覆盖。我去，老子修了一辈子的管道和发动机，
170度的蒸汽，在老子眼里，那就是个放屁的塑料袋。我徒弟的命都在这地方，老子必须亲眼看着这地方亮起来。华姐，主管室需要你和沈姐留守，这里是最后的防线。小刘，你的无人机还有电池吗？用所有的信号探测设备，帮我们盯死所有通道，一旦有异常，随时在频道里通报。有，我还有3组备用敛电。陆哥、沈姐，你们放心去，只要我小刘还没死，我的天眼就会一直挂在你们的头顶上。走冷却维护廊道，万事小心。能源中心可能已经不仅仅有高温了。撑得住吗？少废话，臭小子！老子在车底钻了40年，这点热度，连重机锅炉房的洗澡水都不如。散开！前面就是总主控室，别进来！穹顶的人，谁敢过来，老子就跟这炉子同归于尽！陈野，你小子还没死呢！师祖，你是何大师傅？少跟老子在这拍马屁！穹顶的密钥已经切下来了，要把他们的物理干预彻底切断，必须去把那根粗黑的外挂光纤线拉断。但现在冷却水管爆了，那一块全是高压蒸汽，人进去2秒钟就会被活活剥了皮。用那个。陈爷，把你们的自制电磁枪电池给老子拆了，接到机械臂的应急铁圈上。往左2厘米，往下3厘米。扣住它，扣住那根黑色的死皮电缆。警告，外部防护网接管进度78%。陆哥不好了！必须那个巨大的冷藏库门被彻底撞开了。里面藏着一团非常大、非常恶心、浑身长满黑色黏膜的怪物，它已经冲进 C 区通道了。华姐和沈姐他们正在边打边退，主控大门快要被砸穿了。潞州司机，不得不承认，你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劳动力。你们的眼界永远也无法超越高墙的限制。这世界上不过是一群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无序蝼蚁。如果你们今天强行打开这扇大门，那么相信不到3年，人类会在有灾生命的火中，然后化为一片废墟。交出 C017权限卡，我以穹顶集团灾后资源整理部负责人的名誉起誓，陆州，金山核心避难所将永远保留你们4位的尊贵席位。陆州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老娘只知道一条：人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去那个什么劳什子的穹顶享清佛，跟当条狗有什么缺气的废话？顾大少爷，你的秩序，老子不稀罕。外部网络干预信号物理中断，外部控制权清零。成了！他把主控大门撞开了，他已经冲进主控大厅了。华姐，沈姐，躲开啊！走。还给我！把女儿还给我！你们这帮吃人的畜生！把女儿还给我！一头！职工，卡插进主控槽了没有？空了。集合系统，声纹控制权限。陆州，物理线路通了。声纹控制器被撞坏了，必须有人手动按住高压应急器阀30秒。阀门就在怪物攻击范围内，按住的人根本躲不开反击。我来。30、29、28，老子跟你拼了！臭小子，启动重轨车！
还有15秒，10、9、8，华姐，动手啊！烈火根粉，高压二氧化碳罐。物理干预清零，亚洲1号最高管理权限已移交。当前管理者指导人 C017冷链司机陆舟。陆舟司机何远正师傅以及伟大的母亲华女士，恭喜你们，你们赢了这地下的控制权。但是，看看这个。妈妈，妈妈你在哪儿？苗苗好怕。苗苗，我的苗苗啊！华女士，我一直非常敬佩你的生命力和母爱。带着 C017核心卡，海城西山穹顶避难所的1号大门前，解除亚洲1号的全部防护网，并协助我们的物资接管队进。妙手腕上那枚 A073编号环将会在明无用资产高危处理。你应该很清楚，在穹顶里无用资产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我们有一口很大、常年维持在800度高温的废热排气炉，那些没用的下民，通常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顾晨舟，老娘把你碎尸万段！顾大少爷，你那一副高高在上、施舍下民的嘴脸，真是让老子恶心到想吐。你小子的骨子里，连我徒弟刘猛的一片脚趾甲盖都比不上。这地下有8000吨粮食，30万只疫苗，确实足够你们4个人和底层的贱民吃喝上100年。把钥匙交给我，为了外面那些不相干的蝼蚁，把自己的命丢在泥潭里，值得吗？妈妈，苗苗想回家。妈妈。顾晨舟漏算了一件事，刚才接入通讯的时候，为了防止我们反向定位，你特意用了穹顶最先进短波防阻断加密信号。刚才那次呼入根本不是网络信号。什么？抓到了！陆哥，华姐，抓到了！定位坐标西山穹顶避难所，距离我们当前位置直线就距离43公里。沈清姐姐刚才在地下管速总图里帮我们查到了一条在灾变前因为坍塌而废弃的，用来运送铁矿石的地下旧重型盾构轨道。这条轨道可以直接从我们身后的南闸通道直接穿透西山的山矿，他们核心儿童拼区的正下，中间只有2段大约2公里宽的严重坍塌区挡路。不，切断它！立刻关掉视频！沈清，把整个亚洲1号所有生活区、地下避难通道以及北闸外废墟广场上的应急广播全部打开。海城的所有人听着，我是 C017号冷链卡车司机陆舟。但现在，也许你们之前亚洲1号已经由我们彻底夺回。这里还有足够支撑海战运行海城吃上几年的帆船，可以试滚水有80吨无菌储备粮和高能净水药片。外面有穹顶集团在杀人，在抢夺，有曾经的感染者和冰冷的尸体。我们要出车，我们要去西山，把我们的女儿，把我们的孩子完完整整一个不少的接回家。现在会开卡车的，会修柴油机的，会电焊的，能干重活的纯爷们儿，还有那些不甘心等死的。亚洲1号主控台和南维修站集合！废土重工物流联盟，臭小子，咱们重欺人，今天有队伍了，都给老子听好了！那辆重卡冷链车是我们的旗舰，把前面的防撞钢铲用高强弹焊给老子焊上，2个窗户全部用合金网死死糊住。我们要开过43公里的地下矿道，路上就算是天王老子挡路，车轮也绝对不能给老子停下。陆哥，华姐，有东西在跑，好多，密密麻麻的。退后！别过来！后面塌方区，穹顶的那帮畜生用铁笼子封死了，他们正在后面拿着炸药追杀我们！
退呀！别开枪！求求你们，别开枪！那都是我们南线盾狗施工队同生共死10几年的亲兄弟啊！陆哥，华姐，不能打头，那手环是核心神经电磁接收端，打碎手环，只要手环碎了，信号中断，他们就能活过来。把我的撬棍焊上应急电气插头。小秦，我这是在哪儿？大哥，撑住！中间无线控制箱在盾棍工程车尾的那个黑箱子里，必须物理砸毁它。华姐，你留下。华姐，陆哥，我小刘以前天天被那帮穹顶的有钱人当狗一样呼来喝去，我这辈子就今天活得像个顶天立地的纯爷们儿。最后一单，老子今天一定给你们送到。这地下通道，我脑子里都有数。小刘！去你妈的穹顶！小刘，你是孩子，你撑住啊！医生在后面。华姐，我这最后一单送到了吧？南线盾构队仅剩22名幸存工人，向废土重工物流联盟报到。陆主事，带我们砸碎西山大门。小刘，你这臭小子，平时嘴最碎，今天倒是个带种的。都他妈的给老子看什么看？不用干活吗？刀盘变形了，核心电动机烧掉了一组，所有会电焊的拿着你们的焊枪去左边，所有会高压液压的去右边。10个小时内，老子就算把这条老命交代在这儿，也必须把这台铁疙瘩给我修到能重新啃指头。沈姐，外面出大事了，让我们进去，里面有药有粮食，凭什么让我们在外面等死？不吐物资的畜生，开门啊！兄弟们，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他们能在地下吹冷气吃牛肉罐头？陆舟，开门！秩序会在一瞬间崩溃，所有人都会死。拿着炸药跟他们拼了，把门打开，枪但若不给药，明天早上超高热一过，外面这上千个孩子能撑过去的没几个。北栅大喇叭拉到最大音量，全功率释放超低频震荡波，让他们闭嘴。我是亚洲1号的核心主事陆舟，所有人都给老子听好了，物理大闸，老子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开。谁要是敢再拿着石头木棍砸向防爆门，老子在系统后台会终生取消你的家人在亚洲1号领取任何一粒大米药片的资格。如果不相信，你们可以现在试试。但是，我的冷链重车里还装着海城第7医院留下的最后一批物资，第1批救援无菌粮、高效净水片和抗热液药包。现在会通过外侧的物理滑动机械臂投送到隔离缓冲带内。规矩只有一条：老人、孕妇、生病的孩子优先领取。谁要是敢仗着自己身子骨结实，从生病的孩子手里抢夺半片药片，老子的防撞卡车不介意送他去见西天的阎王。干活的人先吃饭。还有，亚洲1号不需要跪在地上要饭的狗，只要站着干活的重工爷们儿。会开大货的、会接电线的、精通水路和柴油维修的。现在去右临时隔离通道登记。废土重工物流联盟只收活人，不收死狗。规矩从现在开始。左边的那个，气动阀门的螺丝，给老子用双向电片拧死！要是漏了一滴气，老子拧掉你的脑袋！右边的那个，冷链车的核心主板，用钛合金防弹网给老子焊上！一路机高压液压测试通过，每分钟3600吨，潜伏爆钢铲承受拉力测试12吨，改装冷链重卡车发电机动力成功。陆舟，第1批登记的合格重工技术人员，82名顶级柴油大火车司机，46名高压配电网电工，12名急救科主治医生，他们已经在生活区安顿下来了。第1批粮食已经通过全自动轨道车发放到广场上。那些外面原本负责维持秩序的前交警和老师，我们已经将他们升级为第1批秩序维护队长，提供双倍的物资供给。现在的亚洲1号北卡广场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秩序掌控之下了。怕吗，华姐？老娘这辈子只怕一件事，
那就是当我冲进那栋楼的时候，顾晨舟那个杂碎已经把我女儿转移了。只要我女儿还在那儿，就算是阎王老子的枉死仇，老娘今天也必须用这把火给他生生烧出一个大窟窿出来。南闸地下旧矿道、轨道物理路障已完全切断，盾构轻战车在最前面开道，随时可以绝境。废土重工物流联盟1号行动车队，目标西山穹顶，接孩子们回家。出车！警告：检测到不明外坏破信号侵入，核心医疗大门物理追索。妈妈，是妈妈吗？苗苗不是在做梦吧？苗苗，我的孩子，妈妈在这儿，妈妈带你回家，我们回地下那个很大很好玩的大城，妈妈给你做大米饭吃。快，所有的救援队员，把送上后面的厢式检测组车。陆舟，我真该在7天前就在高架桥上用导弹把你的重卡直接炸成铁渣。你把他们带走，在外面这个荒凉酷热、没有一滴干净水的废土上，他们顶多活不过3天。哼，顾大少爷，在你们眼里他们是样本，是劣质资产，但在我们的卡车司机的眼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我们的货。只要老子的发动机还没熄火，这单货，老子今天就算是用牙齿咬，也必须完好无损的给我送到地方，开火全部杀光。顾大少爷，重启第1维修中心的老何，今天特意来西山穹顶给你送货啦！别过来，这走廊底下我埋了3吨高能炸药，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顾晨舟，你没有这个机会了。陆舟，臭小子，这回给老子悠着点开！要是再把老子的前桥制动线管给老子撞断了，老子这把老骨头可不配你在底盘下吃土了。联盟第1、第2、第3重工物流车队，地下及地表联合路网已打通，路线畅通无阻，无危险障碍。第1批配送目的地海城第7医院南环平民避难所，各车队准备出发。今天接单，出发！陆师傅，周副市长让把这个给你，里面是刚用核能净化器滤出来的冰水，路上千万别中暑。孩子们有饭吃了，我们活下来了。周兰，把门锁好，海城的秩序今天开始由我们重工联盟说了算。陆舟，紧急情况，大功率5组重出机器刚刚拦截到了一份临近大避难所江城发送的明码求救信，他们的核心地下冷链团遭遇了极端地热与药包辐射双重活性被受处过载，30万平民被锁在地下，如果没有活性超导深冷剂进行物理强降，整个避难所会在2小时内熔成一座巨大的活人门炉。沈清，我身后的冷链车厢里刚好装着亚洲1号最后的国防储备，3000罐活性超导深冷剂。超导深冷剂在室温下呈高压半游离状，冷链车厢温度必须死盯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这单我们接了。超导深冷剂不是疫苗，它的物理特性极其暴躁，一旦车体受损，导致温度爬升到4.5摄氏度，深冷剂就会在车厢内瞬间发生连锁气化熏爆，那威力相当于3吨高能黑索金。去江城的地表中轨在地震中全塌了，你们要去唯一的活路只有走干涸的黄浦江底废弃的旧排5暗道，那地方是无法无天的3不管地带，你要想清楚。狗日的陆舟，老子就歇了5分钟，你又给老子找这种掉脑袋的苦吃子。不过老子刚才用电焊把右腿上的钢板又多加了2个抗引。老子的解放号移动医疗指挥车就在旗舰屁股背后面挂着，大货车司机的词典里只有准点送达。陆哥，大车头，前方1公里高架桥底有异常磁场过载，是穹顶集团撤退时留下的残兵，他们在废车堆里埋了高频电磁磁暴地雷，那是专门针对我们重工联盟的。坐稳了。深冷气在里面，核心塔要炸了。到了，华姐，老何，江城30万人的命我们就定了。开门，进江底。前方1公里，通道被堵死了，有5辆10吨级的重型矿山吊车，把吊臂交叉焊死在了通道正中央，是人为的路障。海城的车队
想从我这儿过去可以，留下一半的卡车、所有的柴油，还有你们车厢里那亮晶晶的蓝色罐子。否则，今天你们就留在江底喂王吧。沙皇，你认不认真的这个？我当是谁？原来是以前抢我油库的那个疯女人。你以为今天你还能全身而退？弟兄们，拉断钢丝绳，砸碎这帮下民的车，开火！警告！警告！冷链车厢外壳受损，密封气阀发生位移，实时温度2.2摄氏度，2点速度加快。操他妈的！不能让他们再炸了，再升2度，我们都得给这帮江底王八陪葬。老子不走怂车！小猛，看好了，师傅今天给你开路，撞死你们这帮杂废！老何！秦越，带人把沙皇的人全给我按在江泥里，一个也别放过！老何，何叔！臭小子，哭丧呢，老子还没死呢！警告：冷链车厢核心制冷球管断裂，实时温度3.8摄氏度，距离高压气化爆炸界限0.7摄氏度。小刘呢？在这儿，何叔！你小子平时嘴最碎，给老子拿稳了！冷却箱左侧第3根高压回气管断了，今天我教你最后一课！我不行，何叔，我手不听使唤，我废了！苗苗在后面，30个西山带出来的孩子在后面，江城30万人也在等这车油。不听使唤就用牙齿咬，用脖子顶。小刘，你今天要是怂了，老娘做鬼也不放过你！操你妈的穷顶狗！制冷温度4.4摄氏度，制冷温度4.3摄氏度，4.1摄氏度，2.0摄氏度，制冷循环重启，系统安全。上车。泸州司机，你们的挣扎到此为止了。这片开阔地没有一处掩体，铁罩的高频电磁炮能在0.3秒内击穿你们链车的所有钛合金网。泸州，怎么办？华姐，既然他们想要冷，老子今天就给他们冷个够！警告：核心冷院车厢正在执行主动高压超低温喷阻泄漏，舱内压力下降，实时温度零下52摄氏度。该死，红外热源锁定丢失，雷达扫描被电磁水雾彻底阻断。开火！无擦边盲射！雷蒙，老气修的这一下你接好了！废土重工，冲锋！接上物理接口。冷却总管道在2分钟后就会彻底气化爆裂，没用了，没有渗冷剂，我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大闷罐。大门开了，我来焊接。启动高压循环泵。598摄氏度，450摄氏度，210摄氏度，38摄氏度，空气循环重启。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陆叔叔，老何爷爷的那个大扳手，以后是不是就是小刘哥哥的了？是他的。以后，海城到江城这条路上，只要有螺丝松了，就是他去拧。陆州，连线通了。不仅是江城，刚才我们的中继器在200公里外的北方荒野上接收到了来自大都第9工业区的核心电信号，它的备用反应堆冷却泵也在耀顺辐射中烧毁了。对方发出了联合识别码，废土重工物流联盟，能接单吗？苏州大都9区能接单吗？今天接单，车轮在转，让他们在北边留一盏有电的灯。